为没戴帽子，我明显已经看到你的状况。对，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来即刻救法？我之前都会去冲浪，我说带个全年式试试看这样子。啊，那现在就送你上车。好，经过1个小时之后的改造，改造成什么样子？3、2、1，欢迎我们的凯文。即刻救法，还你头发。我们今天来到坪林的金溪露营场啊，虽然是下着阵雨，但没有关系呢。我们这风雨无阻。今天来的主角是凯文，没错，因为没戴帽子，我明显已经看到你的状况。对，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来即刻救法？我之前都是用前年后扣的，那时候工作想要转换跑道，是，那我想要到新的公司去，就是新的印象，就是想要来一个无缝接轨。对，所以凯文已经佩戴过发片了。对，那戴多久？大概1年多，感觉如何？感觉还不错。唯一的缺点，它后面有扣子，比如说我开车如果往后扣，会有异物感。对，它有异物感。因为今年夏天也快结束嘛，那我之前都会去冲浪，我说带个全年式试试看这样子啊，可以玩水，对，可以冲浪。对，那如果等一下环境许可，也许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好，话不多说，那现在就送你上车。好，那1个小时之后看看你改造的样子。好的，期待。好。送了凯文上车，1个小时之后，他下车会变成什么样貌呢？是加分呢，还是扣分？我们拭目以待。越出国越出国。哎，因为今天刚好遇到大雨，很多人都会酸雨这个问题，是不是造成落发的原因？哦，讲到酸雨，我记得我以前念中国海专的时候，在当时那个年代啊，骑摩托车是不用戴安全帽。那海专的学生其实很帅气，所以呢，我们也都不穿雨衣，整路骑回家大概40分钟车程，然后就淋着雨。那社子岛那时候也有蛮多工厂的。你如果问我，觉得酸雨确实会造成秃头。下雨天，你知道对秃头者来讲很讨厌，就是头发它会因为湿气，你头发会变细，变得更稀疏。那头发少的人其实很怕水，头发湿就看起来更少。对，一条一条。对，而且对于做造型来讲，它很容易扁塌。如果说下雨天你真的有重要的场合要聚会要约会，我建议你那个要抹个发蜡，对，比较好定型。时间咻姐的归家，1个小时到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来宾凯文，经过1个小时之后的改造，改造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倒数3、2、1，欢迎我们的凯文！哇，有发际线呢，厉害厉害！来，请坐，请坐。每一个法友其实都是一个故事，探究一下凯文你的抗秃心路历程。我应该是在30出头岁的时候，中间就开始突然莫名的变少。今年几岁？今年44，这是什么时候？最近大概30多岁的时候发现，其实不算早，因为我爸是秃头，所以小时候就开始就在注意这一块，包括烟我也没抽，那酒基本上也很少喝，唯一只有熬夜。那吃辣的也尽量少吃辣。30几岁的时候发现你秃头了，你有做了什么样的措施？那时候有去看医美，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以前洗头的方式不对，很多人都以为落发可能是不爱干净，就他说我洗太多次了。那你多常洗？一天洗几次？只要抹发蜡，1天会洗2到3次。我个人是1天早晚洗1次，因为要上学，所以一定要整个重新 reset， 重新 settle 一下。晚上是一定要洗头，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太常洗头也不好。以前不知道有气瓶这东西，比较重视一点，我觉得不要买含有细云成分的洗发精。因为那个其实对毛囊容易阻塞。后来呢，他有建议是说，当然你不想要用植发这些东西的话，他是建议我去吃一个叫这个我也吃过，那时候切1/4，但是它有没有产生副作用？他说有几率大概10%、20%，对，有可能会性欲降低，有可能不容易长大，对，寡欲，有可能就吃软不吃硬。阿弥陀佛。很多人会怕说吃药你吃久了会伤肾，这些东西你有发生吗？还好，我蛮幸运，吃是没有，只是因为后来我觉得每天这样带一个药盒那边切，不知道人有可能都会吃毒品啊干嘛？对，见药3分毒，还是有副作用。老了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洗肾啊或者什么，其实都有什么药物的残留。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植发，其实最近植发广告非常的大，那你那时候怎么没有考虑植发？因为我觉得第一可能我怕痛嘛，然后再来是听到蛮多身边有认识的朋友跟网络上看到案例是的，植了在某些时间内它还是会去掉落，甚至我不懂。一般来讲，访问很多客户，我没有看过雄性秃植发撑超过3年，3年之内它一定还是会被叫秃头，挖东墙补西墙，然后植发植完还要再吃药，而且要吃一辈子。对，你要有人说啊，不用啊，吃2、3礼拜就停药就好了。停药你停看，停药它就会加速它的落发，而且植发的费用是数十万起跳。哦，那说真的，钱花下去，如果有效果，那也就还好。问题是，好像案例上也不是这样。还有做过什么样的抗秃？就是洗发就开始，比如说像落我也有用启动生发的开关，大家没有跟你讲说保证生发。对，没错。后来看到网络上有人介绍说打粉，因为我是头顶空嘛，是。后来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也发福了，就没那么修边幅。我想说尽量盖住啊，对，就撒一点粉。对。那效果好吗？发粉其实不错的东西，它就是盖住。我们的姐妹牌 Domo Fiber， 它其实是可以对抗这种大雨，但是当然你要喷它专用的防水的定型液，这种是 OK。不过说真的，发粉它必须建立在你头发还算有稀疏的情况之下，如果已经到了秃这个字，比较难，没有东西附着。怎么发现我们？因为我爸以前有戴过假发，那我想说，就往假发去，然后刚好在网络上就看到您的影片，泡温泉、做瑜伽飞身嘛，都是很重口味的啦。对，然后还有一个法友是，他也有打篮球，他也不是一般打球，他也是去比赛。对，那比赛一定比较激烈，那我也有在参加比赛。我想说，好，那我就到门市做询问了。然后门市他有给我做介绍，他就说有全年的，那我说那全年是我要剃光头。其实我可以接受剃光头，对，他说不行，因为你要留旁边跟后面。我还是补充一下，因为它的原理其实是用真真假假来做衔接，真的就是你旁边左右后面制法，假的当然就是发片帮你量身刻制，依照你的头型开板开门。但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抗拒点，如果用全年的，我必须把中间不正常发量砍掉重练。那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不戴不好看。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抗拒？有微，因为我觉得那我就剃光头就好。很久的年代，我爸是剃光头戴上，就是整顶式的假发。对，到了门市之后才了解说，哦，原来现在发片的进步，对，然后跟需要留自己的真发这样，对，沟通之下，我想一下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你后来你是直接买了现成，因为那时候比较急需，新的工作可能开始陆续要面试的，因为那时候要转换跑道，新的形象，对。理念。其实各位转换跑道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适合来转换形象的契机点。对，全新的上班第一天就看到你的头发样子，其实是还蛮不错的。要注意，量身刻制是要一点时间的，对，要提前来咨询。因为我们强调还原你的发量嘛，所以这个要克制，要等待，大概3个月左右的工作天。虽然它时间不是短，但是绝对值得。但是万一你没办法等待呢，你就直接买一个现成发料。那你佩戴起来有什么样的感想？优点当然是就是有头发了嘛，然后也变比较年轻了。自然度呢？自然度我觉得还不错。目前到新工作认识新的朋友是还没有人特别有发现说头发不自然。哦，这种发片就是你不说，别人不知道，除非是本来就认识你的，比如说你的太太、你的兄弟姐妹，那当然他知道你头发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般人也会以为你跑去植发。有，对不对？有问题，因为不相信这根肉长出来跟植发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对，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它的发际线其实做得非常自然，你很难想象说这个是发片，因为这个就是有发际线。可是坊间的假发，我不知道你爸那时候用的发片或假发应该没有到这么自然。他当时用的假发是哪一家？我真的也忘记了。是，确实是很明显就是假发。你现在佩戴这个全年式的发片，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更轻了，甩头干嘛不会有头发去拉扯的感觉，比扣的舒服。所以这两者，因为刚好你都戴过，你来比较，如果再让你再做一个，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不赶着要用，对，一样会做这个全年。那全年式就可以去久违的去冲浪，对吧？对。刚有上车的时候有问说你喜欢玩水，喜欢冲浪？对，基本上一年夏天最少都会去个5、6次。OK， 是喜欢冲浪的。那所以你也期待说这个发片可以带着去冲浪。对，其实我可以跟你预告是没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艺人朋友，他也是喜欢冲浪，也是使用这发片，都没有问题。好的，对，因为你知道掉到海里，他们都告诉我是会卷的，对，他们卷的那个压力其实还蛮大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凯文去冲浪之后，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发片空荡之后的效果。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目前正在犹豫或是正在做抗秃的这些正在挣扎的这些朋友们说些什么话？如果在犹豫，我会建议啦，先到门市去做咨询，因为你去咨询一下才知道说东西适不适合你。对，那有的人可能既定印象，像我可能觉得，假头发就假，太假了。那我花了钱又这么假，那我干脆就不要用。对，效果其实好不好你自己说了算。所以说，其实我们门市也有做一个叫满意再付费，它有6个款式，有3个款式是它可以做到让你满意再付费。像这样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满不满意？如果你不满意，它是全额退费。再看一下前情提要哦，落差很大，落差很大。那你觉得有头发之后，对你的工作或生活上有什么样改变吗？基本上自己的自信心一定比较多嘛，因为如果我是这样子去，那客人当然不会笑你，可是他就是还是会看一下，他就说对，基因强大哦，对。那所以夫人对于你用发片，她的看法是什么？我那时候先自己有想法，然后我就问他，对，想说，沟通一下，看说他觉得 O 不 OK， 他也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对，所以太太是很正面、很支持。没错。当她看到你第一顶发片的时候，她的想法是怎么样？觉得还不错。其实近年来又有很多广告是属于文法，有去再查了一下，没有去咨询，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有点像刺青一样，它是用针，然后在头顶上这样滚，然后快的话3年，慢的话5年，很像还要再去补色，因为会褪色。朋友跟我讲说，他去文法其实好像1-2年就褪色了，那当然见仁见智啦。但总而言之，它会褪色，而且呢，它就是平面的，而且它费用大概也跟这差不多。价格当然你自己要去问清楚了，但不是说文法不能做，指法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而是说今天这频道让你去更了解这些抗秃的方式。当然不开刀、不吃药、不打针，这个是最棒的。好，那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不免俗还是要做一个抗秃的告别秃头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颗秃字的气球，对，那就由你来亲自把它干了吧，把它干了是不是？对，3。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要干掉他。没错，非常谢谢凯文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抗秃心路历程。说真的，这个都真实的故事吧？没错，我们这个没有套路哦，每一节来宾都是真真实实去分享他的抗秃故事。如果镜头前的你现在正在面临秃头的困扰，你也想要了解看看，欢迎你来咨询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上车改造，你也可以来报名。那一旦录取之后，就有机会帮你做免费的改造。即刻救法，还你头发，我们下一集见。既然喜欢玩水，我们现在就来玩水。这就是玩水。你刚刚这样子，我玩下来之后，你对发片的感想？感受起来是没有差异，就是跟没戴发片，我是戴渔夫帽，然后扣子扣的那种防水帽，比起来这个比较透气，我觉得还不错。那发片也没有掉，那我蛮期待说带着去冲浪这样子试一下。超乎你的期待吗？有。